感觉的神秘是一本由 Antonio Damasio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撰写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的著作。关于这本书的重点的描述，这本书主要探讨了感觉和情感对人类生理和心理功能的重要性。以下是一些可能被视为该书重点的主题。感觉与决策。达马西奥强调了感觉在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提出，感觉系统对于适应环境、做出理性决策以及有效执行行为都至关重要。身体感觉。书中可能涉及到对身体感觉的深入探讨，包括感觉是如何从身体传递到大脑，并在大脑中被解释和处理的。身体感觉在构建个体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情感的生物学基础。达马西奥可能探讨了情感在大脑和生理系统中的基础，他可能关注情感是如何与感觉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自我意识和感觉一体性。书中可能涉及到关于自我意识和感觉一体性的讨论，作者可能会探讨感觉是如何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身体存在的感知相互关联的。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融合。该书可能试图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以提供更全面的理解感觉和情感的神秘本质。作者可能通过多学科的方法来探索这些问题。请注意，具体的内容和重点可能因版本而异，而且作者的观点也可能会在后续的版本中有所调整。为了深入了解感觉的神秘，建议查阅具体版本的书籍或作者的最新研究，以获取更详细和准确的信息。在感觉的神秘中，感觉与决策之间的关系可能被阐述为紧密相连的过程。以下是可能在书中讨论的一些观点。感觉对决策的影响。作者可能会强调感觉系统对于决策制定的重要性。感觉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的基础，而这些感知对于我们做出决策至关重要。我们的感觉系统通过感知环境中的信息，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状况，为我们的决策提供基础。决策的生理基础。书中可能会讨论大脑中与感觉和决策相关的神经回路和生理过程，可能包括从感觉输入到决策执行的神经信号传递，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大脑区域的协同作用。适应性决策和感觉反馈。感觉系统可能被描述为与适应性决策密切相关的工具，通过持续的感知和评估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决策以适应不同的情境。感觉系统可能提供反馈，帮助我们调整和优化决策的过程。情感和决策。书中可能会强调感觉与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在决策中的作用。情感可能被视为一种对感觉信息的主观评估，它可以在决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影响我们的偏好和选择。总体而言，感觉与决策的关系可能在感觉的神秘中被描绘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其中感觉系统决策提供基础，而决策过程本身又可以影响感觉系统的反馈。这种综合性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复杂性。在感觉的神秘中，身体感觉可能涉及以下一些方面。感觉传递和解释。书中可能会探讨感觉是如何从身体的感觉器官传递到大脑的感觉区域的，这包括了感觉信息是如何通过神经元网络传递，以及在到达大脑后如何被解释和加工。身体地图。Damasio 可能会介绍身体感觉与大脑中的身体地图有关的概念。身体地图是指大脑中对身体不同部位的感觉表示，
这些表示在感知和执行动作时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感觉系统帮助我们建立和更新这些身体地图，从而使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感知更加精确。情感体验，身体感觉可能与情感体验直接相关。通过感知身体的状态，我们能够体验到各种情感，例如痛苦、愉悦或舒适。这些身体感觉可以在我们的情感体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自我意识和身体感觉，身体感觉可能与自我意识有深刻的关联。通过感知身体的存在和状态，我们建构了对自己的认知。身体感觉有助于形成一个一体感，使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特身体的个体。运动协调，书中可能还会讨论身体感觉在协调和控制运动中的作用。感觉系统帮助我们感知身体的位置、姿势和运动，从而使我们能够进行精确的运动和互动。总的来说，身体感觉在感觉的神秘中可能被视为一个复杂而综合的主题，涉及感觉信息的传递、解释，以及身体感觉与情感、自我意识和运动协调等方面的关系。这些方面共同贡献了构建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感知的过程。在感觉的神秘中，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可能涉及以下一些方面：大脑结构和情感。书中可能会详细讨论大脑结构与情感的密切关系。特定的大脑区域，如扁桃体和前额叶，被认为在情感的产生和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区域可能与情感的表达、体验和调控相关联。神经递质和激素，情感可能涉及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作用，例如多巴胺、儿茶酚胺和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可能与愉悦、兴奋和紧张等情感状态有关。同时，激素如皮质醇和催产素也可能在情感调节中发挥作用。情感的进化功能，书中可能会探讨情感在生物学上的进化功能。情感被认为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帮助生物体适应环境变化。例如，恐惧情感可能在面对危险时触发生物体的应激反应，促使其采取适当的逃避行为。感觉和情感的相互作用，情感的产生可能与感觉系统的输入和反馈密切相关。身体感觉和外部感觉信息可能在情感形成和表达中起到关键作用。感觉系统的反馈可能帮助调节情感体验，使其更符合当前的生理和环境条件。情感与决策的关系，书中可能还讨论情感与决策之间的紧密联系。情感可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提供重要的信息和驱动力，影响个体的偏好和选择。总的来说，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在感觉的神秘中可能被描绘为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系统，涉及大脑结构、神经递质、激素以及感觉系统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人类情感的生物学基础，为个体的体验和行为提供了基础。在感觉的神秘中，自我意识和感觉一体性可能涉及以下一些方面。感觉对自我意识的影响，书中可能会探讨感觉是如何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意识的。通过感知身体的状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情感的体验，我们建构了自己的意识。感觉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帮助我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自我感知。身体感觉和身份认同，自我意识可能与身体感觉和身份认同紧密相连。感觉系统帮助我们感知自己的身体，而这种感知又与我们对自身的认同和身份联系在一起。
自我意识可能通过感觉体验的整合和解释来建立和巩固自我意识的发展。书中可能还会涉及自我意识是如何随着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婴儿阶段，感觉系统的发展与对自身的认知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通过感觉的经验逐渐建立了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感觉一体性的体验，书中可能讨论感觉一体性，即感觉系统的信息如何整合到我们的整体感知中。这种整合使得我们感知世界和自身的体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孤立的感觉单元。感觉一体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连贯的体验，使我们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感觉与自我认知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强调感觉与自我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感觉系统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认知系统，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同时，我们对自身的认知也可能调节和影响感觉的体验，形成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总的来说，自我意识和感觉一体性在感觉的神秘中可能被描绘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过程。感觉系统为我们形成自己的意识和认知提供了基础，而这种自我意识又通过感觉体验的整合和解释得以巩固。这一过程为我们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体验提供了深刻的内在一体性。在感觉的神秘中，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融合可能涉及以下一些方面。跨学科方法，书中可能强调神经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点和相互关系。通过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作者可能试图整合这两个领域的知识，以更全面地理解感觉、情感和认知的复杂性。神经生物学基础，书中可能会详细讨论神经学对于理解感觉和心理过程的重要性。神经学提供了有关大脑结构、神经回路和神经递质的详细信息，为理解感觉和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奠定了基础。心理学理论与神经机制的连接，可能会尝试将心理学理论与神经机制相连接，以更好地理解行为和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某种感知、认知或情感现象的心理学理论可能与相应的神经机制进行关联，从而深化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书中可能包含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这些研究可能通过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融合，提供了对特定主题的深入理解。这些研究可能包括对感觉、情感和决策的实验性和临床研究，以支持或验证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神经可塑性与学习，可能会讨论神经可塑性，即神经系统如何通过学习和经验而改变。这一概念与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紧密相连，展示了神经学和心理学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共同解释我们是如何适应环境的。总体而言，感觉的神秘中神经学和心理学的融合可能强调了这两个领域的相互依存性，旨在提供一个更综合的、全面的理解感觉、情感和认知的机制和过程。这样的综合性观点有助于激发更广泛的讨论，并推动对人类心智活动更深层次理解的进步。